聂小姐要是不愿意的话，谁都没法勉强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去想那个人，我想时间可以冲淡一切，我想时间大概还不够。如果我没记错，这个时间你应该在厂区盘点。我马上就回去。后面的盘点都由你负责。为什么？擅离职守。当然，聂小姐要是不愿意的话，谁都没法勉强。我越级了。林总，你也去上海啊？嗯，我可以带你们过去。那太好了，谢谢林总。走。那西光坐前面吧。好机会啊！你好好跟林总打关系，毕竟不是上班，大家都比较放松。走，等永华，上车。你们去哪儿？我们先去平安寺，雨华最爱求神拜佛了，听说那儿求财很灵的。我想去外滩逛逛，不过都说那是外地人才去的，但我就是外地人啊。你呢，林总？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不方便回答的话也没关系。你顺路吗？不顺路的话，下了高速把我们放下就可以，我们可以打车的。西光最近很累的，听说盘点要爬上爬下，做升降梯什么的。
西瓜还摔了一跤呢，手上和腿上都破皮了，脑袋还被零件砸了一下呢。到了，西瓜，醒醒，我们到了。你到哪儿了？平安寺。他一定是晕车了，早点下车透透气儿。那谢谢林总送我们。谢谢林总。林总，拜拜。苏州采购部发现了一些蛀虫，想问外公要怎么处理。虽然西光是罪魁祸首，但是英姐你也太没自制力了，还说要减肥呢，前面饿了几天都白费了。就是因为前面几天吃太少了，我才这样。那种眼睁睁的看着心爱的美食在眼前却不能吃的感受，你们懂吗？前面越是克制不吃，后面几天就会越来越想吃，然后就克制不住了呗。越压抑，越难以克制。哎，索性一直看不见这些好吃的倒没事了。你们这些没减过肥的人，不会懂的。越压抑，越难以克制嘛。对啊，所以突如其来的冲动不丢脸，也不是没出息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，这叫缓冲，这叫慢慢来。谢谢你。谢我干嘛？我带我的脂肪谢谢你才对呢。西瓜，你看了这么久了，有看到帅哥吗？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到啊？对面那栋大楼我盯了好久，只有保安大哥在出出进进的。前面我就想问你了，今天周六吧，帅哥也不上班啊。对啊，今天周六，不是周六的话，我们怎么会有空来上海？我加班加到脑残了。我们被西光忽悠了。西光，你就承认吧，你就是吃货，你就是馋这边的东西了。对不起。干嘛说对不起啊？吃这么多美食，我可开心了。继续吃吧，胖都胖了，我要把这些都吃完。我是不会让你这样的论文参加答辩的，你还是放弃这次答辩吧，回去好好的准备准备，明年再来。老师，误会都解除了，他不会还要落井下石吧？也许他二稿会不错，论文都是修出来的。不用你替我说话。看看你，说你两句就开始闹情绪。现在的学生啊，上课只是学点皮毛，根本就不能融会贯通，怎么能写出好的论文来？一个一个脾气还大。意见我都写在上面了，其他的我也不想再说了，自己照着改。如果二稿再不行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参加答辩的。回去吧。
考试再见。等等，或许我可以帮你。论文。怎么像我们学校的电话？不会是我老师吧？接，快接快接！喂，你好。聂喜光，我是庄旭。哦，是你啊？有什么事吗？你看一下电子信箱，我给你发了一封信。谁打来的电话呀？这些是我这几天找的最新发表的资料，对你的论文应该有帮助。老师偏好有国际视野的论据和综述，我找了一些国外的文献翻译了一下，你可以参考。有问题你随时找我。姐，有人给我发了一些写论文的参考资料。啊，这什么活菩萨，简直雪中送炭啊！这个，我回去了啊，你好好写题。这些资料找起来应该很费事吧，而且还要翻译。可是他为什么发这个给我？他这是变相的道歉吗？还是他在带蓉蓉道歉？喂，找哪位？你好，庄旭在吗？哦，找庄旭啊。等等，庄旭，庄旭，你有急事儿吗？没有的话晚点打过来吧。庄旭睡着了，刚才喊了2声没醒。现在睡觉？是啊，他最近在弄什么资料，熬夜了好几天，昨天好像还通宵了。为了帮蓉蓉道歉，他居然可以做到这个地步。哎，他好像醒了。庄旭，电话。不用。喂。聂旭光。雨天湿了头发，晴天晒干被单。是资料有什么问题吗？城市感觉孤单，不是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问我。你离开的日子，我也还没习惯。每个安静夜晚，
亮着灯，夜昏黄。我只能大声呼唤，掩饰蹩脚的心酸。双手紧握着遗憾，抛向烟火灿烂。就算爱如此短暂，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。你不再回来了。这稿写得很不错嘛，聚焦国内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产业，角度新颖，分析透彻。所以说，你是有能力的。以前为什么糊弄偷懒呢？老师，我错了，我下次不敢了。我这一稿主要是靠老师指点迷津。认错倒是挺快的，小修一下就可以过关了。回头我把修改意见发到你的邮箱里面。谢谢老师。6月中旬答辩，回去好好准备一下，答辩必须一次通过。好。你的英语终于来了。哎，张飞，张飞，啊，张哥好。你们该进去了。那走吧。我来送庄飞考试。真巧。不算巧。我本来不打算来的。是吗？昨天你们在哪里吃的午饭？谢谢你们照顾庄飞。今天我请你们。3杯鸡、糖醋排骨、菠萝咕老肉、油焖茄子。鲜榨西瓜汁。4个人吃的话，会不会有点多了？没事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问蓉蓉的，你一直不回学校，我就擅作主张到这里来找你了。蓉蓉说，你妈妈做手术在筹钱，我把我攒了很多年的压岁钱借给你。你不用着急还我的，放心吧，阿姨一定会恢复健康的。钟旭，你还我的钱不对，多了5000。利息。一共8个菜1个汤，我给你们安排11点45准时上菜。好，谢谢。昨天你送我弟弟回去，不用谢了。汽油钱你已经折算在菜钱里面还回来了。我出去逛逛，等会儿他们烤肉的。原来那个人有一种可能，在故事开始之前直觉发生，从问候的那一声，关于名字的发问，从忘不掉那个眼神。我
点事情，离开一会儿。原来那个人已经不可能回过头和曾经的自己讨论，从日落聊到夜深，足够温暖着我们，可天亮了才懂那句晚安。原来命运用过来人的口吻，原来他在告诉未来要。他要算得清清楚楚，就让他算得清清楚楚好了。我又何必这么刺人？不就是不喜欢我，不想欠我吗？这又不是什么罪过。原来承认的告别余生无可，原来再见的愿望早不能成真。我们曾匆匆的青春，站在原地一等再等，别默许你我两个人。聂希光，你昨天送我弟弟回去，是说明你已经不生我的气了吗？我送你弟弟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但是，我已经决定不生气了。